兄弟们，当我们在新闻上看到俄罗斯这个国家出现时，总是从他们在事情上的处理方式以及决定后的执行力由衷感叹，不愧是传说中的战斗民族。就比如咱们拿熊这种动物当野兽，都是避而远之，或者在动物园看一看就行了，人家却直接拿熊当宠物，还给它训得服服帖帖的，不听话就随手一巴掌，完全不怕熊暴走对他们发起攻击。甚至我们不难从男性荷尔蒙爆表的圣地美国著名格斗比赛 UFC 的排名中发现，在轻量级排名第一，并且拥有28战全胜0负战绩的小鹰哈比布就是战斗民族。那究竟还有什么样的事件能让俄罗斯的民风彪悍响彻全世界呢？别着急，今天就由前途君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首先我们得从航班的相关事件来说，我们都知道飞机的起飞条件是极为苛刻的，任何恶劣的天气都会造成航班的延误，而众多国家的航班一旦说遇到这种类似情况，那肯定是选择延误或者取消航班了。但唯独俄罗斯的航班不会，不管是暴雪、暴雨、强烈雾霾，甚至是台风，都是无一例外照飞不误。当别的航班后面都写着取消2个字时，唯独前往莫斯科的那趟班机后面写着抵达2个字。还记得之前有一个新闻报道，受台风灿红的影响，导致上千航班取消，却只有俄罗斯的航班正常起降。据不完全统计，俄罗斯的航班已经达成在台风、飓风、雾霾、暴雨、暴雪、火山爆发起飞降落的一系列成就了。最有名的还是著名演员小李子上艾伦秀时讲述自己俄航的经历那段。当时他在飞机上突然看见了火球，然后飞机上有很多的俄罗斯人，虽然和他一样看到了火球，但却表现得很淡定。他就实在忍不了去问空姐怎么回事，结果空然表情自然的跟他讲，我们可能遇到了一个小问题，那就是失去了一个引擎。然后小李子问我们有几个引擎，空姐回答说本来有2个的，现在只有1个了。这场事故虽然最后没有造成任何伤亡，但小李子还是觉得自己去鬼门关走了一趟。不过让他最没办法接受的事情就是飞机上的俄罗斯人全程都很淡定，仿佛遇到这样的事儿根本没必要担心，反而显得自己很不正常。当然关于俄航的事还有另一件，那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在俄罗斯的伊加尔卡机场，当时的气温达到了-52度，这导致其中一架飞机被冻住了，无法起飞。于是怎么办呢？飞机上几十个俄罗斯人下来一鼓作气，把30吨的飞机推动了。别人在雪地里推车，战斗民族则是在-52度的极寒天气推飞机，也是没谁了。再来就是另一个彪悍的事件了，那就是当年在法国举办的欧洲杯，发生了英格兰球迷和俄罗斯球迷互殴的事件。当时这件事闹得还挺大的。首先英格兰球迷也是出了名的足球流氓，但很可惜这次他们碰到的是战斗民族。据说当时这场互殴参与的俄罗斯人只有200人，而英格兰球迷却是他们几倍多的上千人，但结果却是上千名英格兰球迷被锤得抱头逃走。于是当时很多的新闻报道都是英格兰球迷被俄罗斯球迷打跑了。最搞笑的是事发后普京对媒体说，我都不知道我方200人是怎么打几千人英格兰球迷的。再来就是2004年俄罗斯发生了一起震惊国内外的人质劫持事件，别斯兰人质事件。大概内容就是一批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劫持了一个学校，1000多名人质，最后死亡300多人，30多名恐怖分子也被击毙。之所以造成这么惨重的代价，并不是说恐怖分子撕票啥的，而是源于一场混乱，说是因为部分家长救子心切，前期政府和恐怖分子谈判太磨叽，于是自己抡起枪就开火，因此导致了场面彻底失控，恐怖分子、学生家长、警方还有人质一片混乱，乱开火打得一团糟，最后导致这场事故死伤惨重。不得不说战斗民族的彪悍真不是随便说说的，一言不合就是干，先打了再说，绝对不跟你磨叽。接下来就跟大家讲一讲战斗民族那些为了喝酒而做的哪些骚操作了。确切的说，他们想喝的不是酒，而是酒精。为什么这么讲？首先大家都知道俄罗斯人在酗酒这方面是出了名的，生活根本离不开伏特加。这件事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天气冷没办法，闲的没事必须整上2瓶，不分男女。在这里我想说，这喝的哪是酒，这不妥妥的防冻液吗？之前有一个调查，全世界因为过度饮酒而死亡的人口排名中，俄罗斯赫然排在第1位。对于他们而言，喝酒真的跟咱们喝水一样，包括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上班的时候也能喝。并且还有这样一件离谱的事情，讲的是一个俄罗斯哥们儿出去和朋友一起喝酒，喝多了然后晕过去了，结果朋友却以为他挂了，就给人送到了停尸间。结果这哥们儿过了一会儿睡醒了，朋友们看见他没事儿，于是为了庆祝他活过来，又开始喝酒庆祝。讲到这里我只能是满脸黑线，心中已经是万马奔腾了。不过另一个事件就更加离谱了，也渐渐证明了他们不是为了喝酒，而是沉迷酒精。1985年到1988年，戈尔巴乔夫为了减少俄罗斯人民的酗酒问题，从而颁布了禁酒令。但这个办法并没有阻止战斗民族的酗酒行为，反而导致他们从单纯的喝酒变成了想着法儿的找酒精，比如喝香水、喝鞋油、喝发胶、喝沐浴露、喝防冻液等等等等。但凡什么东西里有酒精的成分，都捣鼓捣鼓灌肚子里。这种离谱的习惯甚至有的连续
续到了今天。甚至之前有一个新闻上说，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城市伊尔库茨克一群酒鬼因为喝了太多沐浴液被送进了医院，还造成了48人死亡。大家看，导致这么多人集体中毒的沐浴液就长这样。据说在俄罗斯的很多小店或者报刊都有卖，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东西的配料表上有一条写着酒精度高达93%，所以大家估计也能猜到了，这玩意儿卖得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俄罗斯人民有多爱洗澡，而是因为它里边酒精含量特别高，都达到烈酒的程度了。对于一些40到50岁的穷人来说，买不起伏特加的时候，整2瓶沐浴液来解解自己的酒瘾，再好不过了。并且还有受害者的家属表示，他们早就劝自己的长辈们不要再喝这种东西了，还是选择喝伏特加对身体好。但老人们的一席话让后辈们无力反驳，那就是他们觉得这种沐浴液味道更好更带劲儿。所以在我看来，俄罗斯人除了自己把自己作死外，基本是不会挂的。说了这么多，我们不得不好好探讨一下战斗民族的身体素质了。倘若没有一个好的身体，那根本经不住他们自己这么造。对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来讲，俄罗斯人真的是贯彻的最好的一个民族。不管在多么寒冷的天气里，总能看到推着婴儿车在路上散步的妇女，尽管是零下20-30度的严寒，也要让婴儿们露出水嫩嫩的小脸，去呼吸新鲜的空气，让孩子们从小就适应极其寒冷的气候。对于稍大一点的孩子，就鼓励他们出去做户外运动。很多俄罗斯的幼儿园开展的户外运动，就是脱光光跑到雪地里去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冰桶挑战。甚至还有一些地方有着这样的一个传统，那就是在结了冰的河中凿个洞，把小孩子直接扔进去，让他冬泳。这种世代相传的习俗，使得孩子从小就为自己的身体素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且在俄罗斯的饮食方面都一直是以高蛋白、高热量著称的，加上全民都爱运动的好习惯，让他们的人均素质普遍偏好。我们也能从前苏联时期他们多的离谱的奥运金牌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身体素质真的是排在世界前列的。在俄罗斯长达2500年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历史中，许多以强悍著称的民族血液融入其中，加上战争的优胜劣汰，让战斗民族拥有了一副强健的体格。综上所述，战斗民族这么虎的性格，真的是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也幸好他们有一副较好的身体素质，不然我们是不会了解到这世上还有这么多离谱的事情发生的。我到现在还记得俄罗斯总统对恐怖分子的态度，我们将到处追击恐怖分子，原谅他们是上帝的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送他们去见上帝。不得不说，举国上下无一例外都是遇到事情先怼上去，完全无愧于战斗民族这一称号。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倘若还有小伙伴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前途君，我们下期再见。